接着我们把贴图也放进来，贴图在这里哦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就是整个资料夹这样丢，这样，那丢进来之后，它就帮你装进一个资料夹里面了哦。那贴图放进来就会开始跟你侦测说，哎，有这些东西这样子。然后如果是法线贴图，它会跟你讲说，法线贴图会被导入为法线贴图这样。如果丢资料夹的话，它会帮你就是直接把资料夹建立起来，然后放在里面。那左下角这边有个星星，代表还没存档，记得按保存所有。那这样贴图就存放在这个专案中了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就是要把这些贴图连回来了哈。好，那我们切回上一层，材质是这个 Number 3。那有关玻璃的，待会我们再来指定哈。那我们先做这一个。好，那这里的预设这张是不要的 ，Ctrl 加空白键，找到我们的贴图。好，这个我都要哈，所以这里点一个，按住 Shift 连选，这张不用，还有一个 Height 高度不用，高度是让模型做变形的，这个比较不常用，所以这2张我不丢进去，其他的我一起抓上去，这样。然后每一张贴图是什么通道，你要知道啊，怎么看呢？选到它在左下角就是它的属性哦。哦，在材质编辑器，它属性是在左下角，所以选到这一张，你看一下它会有名字。如果很长看不太到，靠近它停个1秒，会有一个白底黑字，有没有？那你看最右边写什么 ？Basic Color， 对，好 ，Basic Color 就连到 Basic Color。好，那这张是什么呢？看一下，好，这张是我们还没讲过的，叫做 Emissive。Emissive 是自发光，这个我先拉到旁边哦。好，自发光叫做这个。好，自发光颜色，所以就连到这里。好，要认识这个哦。好 ，emissive 自发光，再来再一张，一张一张拖出来哈。好，这张是什么 ？AO 有没有 ？AO 就拉到环境光遮挡。好，这 AO 好，不要连错了。再来，你这样连完之后，就会还原 Substance Painter 调的那个材质哈。那这个是 normal， 对不对？所以 normal 就放对 normal 这样来。那这个呢？看一下什么？这个是金属，那金属就拉金属，透过滚轮跟右键去调整，这样，那这个就粗糙度咯，对不对？好，粗糙度。好，那做完记得养成习惯哦，要排整齐，排整齐。这里要下面还有一个，这个在上面。好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这 material 我断掉了，诶 material 我弄错喽。弄错，这 opacity 哦，我弄错了哦，所以要看清楚，所以这个要拿过来。好，那这一张是玻璃在用的，这待会我们再来看哈。我看一下，先讲这个部分，玻璃我们再来说明，因为玻璃会有2种状况，那这2种做法都要会哦。好，那这一个是你在点的过程哦，这展开会里面有很多东西哦。好，拍整齐，不对，这个要在这边。好，这不是龟毛哦，这是让自己养成好习惯，因为这个会让你的思绪更清楚。好了之后存档，好，记得不能连错哦，连错看到效果就会不一样。然后到场景当中，把你的这个材质给抓出来，然后往上拉，它可能会很小，对不对？把它放大，选到它等比例，这里放大10倍好了，10倍 ，Enter， 好，这样有点慢哦，电脑有点慢，好。这样差不多哦。那记得之后在 Maya 或者其他3D 软体尽量都1:1啦哈。好，那我希望它放在地板上，所以我们有一个快捷键，你记一下哈，把东西拉高，然后按下键盘上的 END End， 看我游标上面显示什么 END End。好 ，End 键就是可以让东西掉到有一个平面上。那如果它底下没有平面，是在空中的，那就没作用。如果下面有地板，它会掉下来放在地板上，所以这个常用，记下来哈。好，再做一次，东西拉高腾空，对不对？下面有地板，对不对？我现在按 END End， 好，会落在地板上，这样你就不用花时间在那边做对齐的动作。OK， 好，那现在材质这个效果，你可以看一下，这样的效果就跟 Substance 看到是一样的。这样，玻璃部分我们先不管了哈。好。那这里跟这里看到会是一样的，好，那发线好像没那么明显，发线，你看那 PBR 的质感材质就已经都有了，那还有一个材质哦，就是玻璃哦。那玻璃的话呢，在游戏当中你可以分开做，因为这样效果会比较好，
好，分开做。那这个玻璃点2下，这边我们要来注意一下，调一个玻璃的部分。那玻璃会用到不透明跟不透明蒙版，这两个不太一样哦。那现在它不能用，为什么不能用？因为它材质类型呢不对。所以选这个节点，它属性会在左下角。如果你选这个节点，那属性就在左下角。它呈现是不一样的。选择这个玻璃，那你要把这个混合模式改成，这两个不一样哦。以遮罩，我们看一下哦。不透明度就是有不透明的质感。那我现在如果选以遮罩，这边看到是什么？不透明蒙版，蒙版就遮色片或叫遮罩。这个就是做出绝对透明跟不透明。譬如说树叶，树叶我们可以用一个平面的板子，然后贴树叶的图跟贴它的镂空贴图，它的效果就会变成那个树叶。那在这边我看一下，在初学者内容包有没有树叶这样的东西？我记得有一个树叶。但是我可能要看一下，有一个粒子特效，有一个叶子。那这边这个，这个好，这我说明一下就是这样，就是你做树叶的时候，只要画一个板子，画一个平面的板子，没有立体、没有厚度的板子，然后表面贴这一张，然后再不透明度贴这一张，我要这样关掉，贴这张。好，那不透明度的原理要记一下，口诀记下来黑透白不透。黑色会变透明，白色不透明，叫黑透白不透。所以这个贴上去之后，它就变镂空。那如果你直接贴这张，那也可以直接镂空，这样。好，那但是标准做法就是要把它贴在蒙版这里不透明蒙版，这个做出绝对的有跟没有。可是像沙漏这个是半透明的，所以就不能用这个，所以选到它在这里这里要选择。半透明，这样，所以是这样，半透明。然后透明度由谁控制？由一个参数控制，这样。那我控制它的透明度，譬如说0.2，这样。然后这个就不要了，因为表面色如果透明的话，它意义就不太大了。然后玻璃要有像的话，那你可以再去乘以一个数值啊，我再另外加好了。我。发光颜色没有，它就只能这样，因为它其他不能调，好，这样透明度我先做这样，我先存档。那因为它这个材质本身就指定给沙漏了，所以这里就半透明了。这样，这半透明了。如果你不想那么透明，那就调这个参数吧。那这个参数选它一下，0.9。好的时候记得存档。那你表面如果要一点颜色的话，你就这边再放个颜色也可以。其他一些反光这些都不能调，如果要调的话，再改其他类型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，它变这样了，这样，这样是比较漂亮。就是材质另外做，然后不透明的另外做，所以这边分2颗。这个是标准的做法。可是有时候会有一些限制，有些场合，譬如说，它只限制说只能用一颗材质，然后同时要做出这2个质感。那这种方法也要会那这是控制半透明的效果。那我们这里有输出一个贴图，还记不记得？在这里地方有一个半透明的贴图，这张黑白这张，所以这张原理就黑透白不透咯。我们看一下，黑色透明，白色不透明。那如果是灰的话，就是半透明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调这个，那我就不是这个数值了然后它是有遮罩的，所以这里有模式要改掉，改成遮罩，那就换这一个。所以看你是要绝对的透明跟不透明，还是要有半透明的这样。但是这样会变成不透这样不透。所以不透之后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结果，它应该就这样就没有了。它就没有那个中间的部分，灰的部分所以这里这样做也行不通，所以再改为半透明，因为它是一半的，所以这个接过去这样。那这一条你可以先砍掉，大概这样。好，然后运用一下，然后再看一下结果，这样。好，所以半透明的部分在游戏里面负担很重，然后会有点麻烦好，所以这边还是看不太到。那这个地方你其实可以不用涂啦，因为它本身材质有分开，所以你只要这一个部分用那个数值调，就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这边我们还是用数值。用数值会比较简单因为它整块是分开的，0.5这样。
这样就好了。目前用这个版本 ，OK。